除了亚速钢铁厂的围攻之外呢，俄军在其他战线也是迅速的推进。根据俄国防部披露的消息呢，在4月18号到19号1夜之间，俄军在顿巴斯到哈尔科夫地区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呢，就全线突击，攻击了超过1260个军事目标。这1260个军事目标，这个数字也是近期以来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数字，其他呢也都是在1000左右。那石先生，您怎么来看俄军在第2阶段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它的这个打法是不是有所改变？在第1阶段呢，俄军拉开的战线太长了，但是俄军的兵力是有限的。第2阶段，俄军吸取了教训，目前将主力部队集中在哈尔科夫和顿巴斯东部方向，就相当于把自己已有的兵力攥成了一个拳头，集中朝一个地方呢猛砸形成了局部的优势。第二俄军在第2阶段提高了空中打击的力度，形成了空地协同，尤其是在这一阶段，俄军出动了图22M3和图95等大型轰炸机，从更高的高空对乌军东部和南部的油料库、弹药库、军工厂发动了精确打击，削弱了乌军持续作战的能力。第三经过第1阶段的军事行动俄军在地面行动中已经摸清了一些乌军的作战战术和分散伏击的套路，所以已经积累了一些比较有效的经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第2阶段军事行动之所以让外界感到有所起色，那石先生，您觉得除了这个战术上有所调整之外，在武器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助力的地方呢？的确如此，俄罗斯在第2阶段军事行动中动用了之前没有动用的武器，比如图22M3逆火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图95熊式战略轰炸机，这些作为投射精确制导炸弹和巡航导弹的平台。另外武装无人机的使用也越来越多，在电子战武器方面呢比如对乌军无人机和战场通讯系统的电磁干扰装置频繁出现，这些都对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的作战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那张先生，您觉得俄罗斯在第2阶段的军事行动当中，是否有意加大了无人机的打击频次，效果又如何呢？我们讲有一句话叫做所谓发现即摧毁关键是你不能让对方发现自己。这方面，俄罗斯在第1阶段的军事行动中，应该讲它表现的能力的确是有所欠缺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似乎在加强这方面的努力它的无人机的活动的确在增加那么如果俄罗斯在战场信息态势感知能力上能够增强至少就是说不落于乌克兰的北约系统支持那么我想在第2阶段军事行动中俄军的表现应该可能会比第1阶段要好一点。为什么要增加乌克兰南部这个目标呢？第一，就是因为它好实现。俄军现在已经占领了这个赫尔松、梅里托波尔等等这些地方，在这个南部扩大战果呢，实际上是有比较好的基础。乌克兰北部和中部呢，实际上它的林地比较多，它的树林比较茂密。这个实际上对这个乌军小规模的部队的偷袭切断这个俄军的这种后方包抄等等是比较有利的。而这个乌克兰南部呢，它是相对来说是这个以平原为主，它是比较适合这个俄军的这种装甲部队的发挥，把乌克兰南部和顿巴斯连成一片，包括未来在考虑和德佐连成一片，是使得这个俄罗斯全面的控制了乌克兰的这个黑海沿岸，把乌克兰彻底变成一个内陆国，这也是这个俄罗斯国内部分这个人士的一直以来的这个在呼吁的一个主张上，能够阻遏美西方对乌克兰的军援的。但是呢，那么如果说你俄方没有办法保证对这个铁路设施的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高强度的打击的话，那么这个一旦这个铁路设施恢复的话，它这个军援还会源源不断的运送过来，而且实际上除了铁路运输之外呢，它这个还有空中的运输的。虽然说这个导弹袭击呢，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阻碍美西方军援这个乌克兰的这种进程，但是不太可能这个起一个根本性的一个作用。
德沃尼科夫呢，本身他是这个叙利亚战争中，俄军和叙军改变战场局势的一个功臣。德沃尼科夫本人呢，他是比较传统的这个苏俄派的这种集中火力优势，运用炮兵作战、航空兵作战等等改变战场这个结果的一个这种传统派的代表。他的这种任命呢，实际上是就是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个俄军现有的这种他希望集中力量在顿巴斯和乌克兰南部取得进展这样一种目标是匹配的。